不错。啊！真是傻逼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一天的一大早，我们离开了布鲁日，紧接着要前往下一个城市根特。因为看天气预报，根特下午好像天气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一大早出发去根特，把景点走一走。根特火车站和景点之间也是有一段距离。比较推荐的方式是搭乘路面电车前往景点区。那因为根特老城区里面也是十字路，不是很方便拉行李，所以我们一抵达根特老城区后，就先去饭店放行李。刚抵达根特的时候，不晓得是因为时间太早，还是这天天气本来就不是很好，路上有一点起雾的感觉，但意外有一种神秘感，其实还蛮美的。特别是从圣米歇尔桥望过去老城区的这个角度，超级像伦敦的。由于我们前一天在布鲁日的饭店是没有附早餐的，所以我们在寄放完行李之后，就先找了个地方来吃早餐。我们来到谷物广场上的一间面包店，它其实是一家在比利时里面的连锁面包店，蛮多地方都有的。餐点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到非常让人惊艳，不过整个用餐环境非常的棒。尤其是阳光透过窗户洒下来的时候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那说到根特的景点的话，主要有钟楼、城堡和几个教堂。吃完早餐后，我们来到同样位在谷物广场上的圣尼可拉斯老教堂。它是根特里面最古老的教堂，花了大约100年才完工。阳光透过彩绘玻璃洒进来，真的是超级漂亮。根特里面还有另外一座教堂，圣巴夫主教堂也非常非常有名。来到比利时之后才发现，他们的教堂都收藏很多艺术作品和雕像，整个教堂就像是美术馆和博物馆一样。因为根特里面的教堂都没有办法登上他们的高塔，所以如果想要看根特城市景色的话，只能爬根特钟楼。距离市政厅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壁画街。老城的氛围稍微有点冲突，但还是蛮值得来看看的。根特和我们之前待的安特卫普还有布鲁日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有一座城堡。城堡里面其实是有免费的导览机可以租借。但它都只有欧洲系语言，或者是只有英文可以选择。比我还高欸！跟你身高有点到旁边出当时。城堡里面除了可以参观当时的文物之外，爬到堡垒上之后的景色其实也还不错。在
在城堡附近，我们发现一间专门卖汤的餐厅。这间餐厅叫 Soup Lounge， 然后它总共有4种口味，分别是番茄、比利时白菜、甜椒和菠菜。中尺寸的分量1碗只要7欧，真是蛮便宜的，比早餐的还便宜。不错。哇！真是傻逼啊！在根特的这一晚，我们选择的是住在根特万豪，拿到2张免费的游船船票。趁着天气看起来还不错的时候，来搭船游览整个根特。搭船的时候，他一边做导览，他是一边开船一边用3种语言导览，实在是非常非常厉害。绕一圈好像1个小时吧，差不多1个小时。听起来很长，但在一边听着有趣的导览，然后沿途的景色又都很漂亮，其实很快就过了。拿到星巴克的 voucher， 只有在这里可以用，然后是买1送1，可以来喝一杯星巴克。来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。这边是一个客厅区。然后床铺就在电视的后面。这个电视呢，没错，它果然是这样用的。虽然我们在欧洲很少看电视，但它就是这样子用的。这设计其实不错哎。但不是真的啦，是画线感。这个下面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搭游船的地方，它是床间，真的哦 ！Oh my god， 可以开耶！根特万豪的位置非常好，它其实就在香草河岸上，它的后门可以直接连通到香草河岸，不管是要吃饭也好，去观光也好，真的都非常非常方便。特别是它窗台的设计。有一种童话故事的感觉。晚上我们来到了谷物广场上的一间餐厅，蛮可惜，因为雨天的关系，没有办法坐在户外的座位。但它应该是我们这次旅行中所品尝到最棒的餐厅，因为它评价蛮高的，然后餐点看起来也非常不错。一开始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单价非常高。我们那天点了2份主餐，还有2瓶啤酒跟饮料，合计下来的费用是52.8块欧元。牛排比较是他们的招牌，但那天我们点的肉酱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好吃，非常推荐有来根特的话可以来试试看。由于这场雨从晚上一直下到了隔天早上，因此我们在万豪用完早餐之后，只好选择搭 Uber 前往火车站，准备移动到下一个目的地布鲁塞尔。说到布鲁塞尔，它最有名的就是尿尿小童，以及每年的夏天都会在布鲁塞尔大广场上举办的花地毯的节庆。那因为我们这次并不是在夏天来，所以我们就是主要以参观尿尿小童、布鲁塞尔内的一些教堂、皇宫为主。在寄放完行李之后，我们就马上搭着公车前往布鲁塞尔的老城区观光。但这天真的是天空不作美，云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厚。
随时都有可能在下雨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暂缓观光行程，转账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暂缓。你是不是讲不准？所以我们就决定暂缓观光行程，转战当地。你不要让我笑，不要吵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暂缓观光行程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暂缓观光行程，转战当宝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暂缓观光行程，转战当地美食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暂缓观光行程，转战当地美。好累。布鲁塞尔大广场到尿尿小童之间，其实这段距离非常近，也是布鲁塞尔的老城区里面观光人最多的一个区域。在这里，我们又再吃了一次比利时松饼。这次吃的比较像是小吃类的感觉。由于没有店内的座位，所以大家都是买了之后直接站在店家外面享用。在布鲁塞尔大广场的角落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，进去参观的话就可以免费喝一杯啤酒。我觉得可以稍微记一下啤酒博物馆的地点，因为如果像我一样吃了松饼，然后又吃了薯条，突然肚子很痛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去那边上个厕所。但是要5欧。上完厕所后，你又可以喝到一杯啤酒，怎么想怎么划算。在旅行的最后，通常都是弹尽粮绝的时期，所以在有万豪白金会员的身份的情况下，选一间有行政酒廊的饭店入住，就可以免费吃他们的餐点，喝他们的酒和饮料。先看客厅的区域是这边，风格真的是蛮不一样的。然后书桌这边，然后有一些咖啡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沙发区，这边就是寝室的部分，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小的休息区，跟一台非常大的电视。那电视好像是没有设定，没有像日本一样就是接 Netflix 或是接 YouTube 那么多的功能。哦，它也有给拖鞋、浴袍。像这边的备品是比较基本，但是已经有设置大罐在这里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第一天虽然天气糟到一个不行，但第二天早上却是晴朗无比的好天气。我们搭着公车，第一站先来到了布鲁塞尔皇宫。皇宫因为只有在特定期间才有开放参观，所以这次我们只有在外面走走而已。比较印象深刻的是，我们来到了圣米歇尔教堂。不管是细部的雕刻或是彩绘玻璃，都做得非常非常精致。在过去科技没有这么发达的时代，可以建造出这样子的规模，实在是也让人非常的赞叹。从圣米歇尔大教堂来到布鲁塞尔大广场的话，会先经过一条室内商店街——圣胡伯拱廊街。它是一座非常漂亮，结合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。虽然叫它商店街，但它真的非常非常漂亮。里面的巧克力店几乎可以说是巧克力精品店，
每一间店都装潢得非常漂亮。大家喜欢这种修店感，还是比较喜欢天津巴斯基马卡龙尼？哇，这很贵吧？看看多少钱？7个马卡龙18欧，36个马卡龙85欧，所以这一盒就是最贵的一盒嘛。大晴天来到布鲁塞尔大广场，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，和前一天乌云密布的感觉相差非常非常多。广场主要是由市政厅、国王之家、布拉邦公爵之家，还有各个工会建筑所围绕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360度都是非常壮观漂亮的建筑。离开大广场之后，我们再次来到了尿尿小童旁边。尿尿小童其实他是会穿衣服的，每天都会换衣服。布鲁塞尔市区内的景点大概1天左右也都可以走完。我们这次还有去到一个艺术山，它其实在过去是一个连接布鲁塞尔上层和下层的交界处，那它现在变成一个艺术中心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一间意大利面餐厅，是意大利人搬过来布鲁塞尔后所开的。那他们的面都是自家制的，价格虽然不能说便宜，但是那天我们都点了黑松露意大利面，那个黑松露真的是撒的非常多，非常实在，超级超级香。最后，我们来到这间金氏世界纪录的酒吧。回顾整趟旅行，我们一共在荷兰待了4晚，然后在比利时待了5晚。但是考量到飞机抵达时间，其实两者待的时间长度是差不多的。荷兰给我们的印象是比较自然风景一点的感觉，除了有郁金香花园，还有它的风车之外，运河的景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比利时的话就是比较欧洲中世纪老城的氛围，有各个教堂啊、大广场、钟楼，然后城市风景和历史都非常的丰富。以美食来讲的话，比利时因为有啤酒、松饼还有巧克力，所以在这点可能比荷兰还要有趣一点。这次比较意外的是，就是认识到他们薯条这样子的吃法，几乎都没有人选择沾番茄酱，都是沾美乃滋，酱料的选择也非常多，是这次蛮意外的一个发现。比利时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，多数都会跟荷兰或是卢森堡，有的还会跟法国一起。那这次我们有稍微查一下跟团的费用，如果是从日本出发的话呢，大概是也要40万到50万左右。那如果是台湾的话呢，大概台币9万到10万也跑不掉。而我们这次实际玩下来的费用是，那详细的花费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的部落格哦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再看看我们下次要去哪里玩咯。拜拜。19